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大家都知道，抽烟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很多人想要戒烟，但是又很难戒掉。所以呢，有些人会选择抽电子烟。那电子烟和香烟到底哪个危害更大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我们都知道，香烟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，而真正有害的物质是香烟在燃烧后产生的一氧化碳和焦油。而我们常说的尼古丁只是会让人上瘾，而电子烟和香烟不同，电子烟没有燃烧，只是雾化，并且电子烟含有的有害物质要比香烟少，产生的有害物质只有尼古丁，并没有焦油和一氧化碳。所以这么来说，电子烟的危害要小于香烟。但是大家也要知道，电子烟并不能够帮助戒烟，而且呢，长期抽电子烟会让人上瘾，也会危害身体健康。所以想要身体健康的话，还是建议大家最好不要抽烟哦。常喝黄芪水，防病保健康，也就是说，用黄芪泡水喝也有很不错的保健效果。那黄芪的药用价值很大，而且它的功效也不少。男人过了45岁，如果能将黄芪搭配山楂一起用，3个好处可能会悄悄找上你哦。第一，血管疏通了。当人到中年以后，血管会老化，渐渐的失去弹性。如果男性朋友平时多喝一些黄芪水，能够加速血液循环，疏通血管，预防血栓形成。第二，血压稳定了。山楂不仅可以健脾开胃，还有很好的降血脂和血压的作用。和黄芪一起搭配泡水喝，效果会更好哦。那45岁以后的男人可以试一试。第三，活血补血。气血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经常用山楂和黄芪泡水喝，是能够推动人体血液循环的，具有很好的活血补血的作用。不过，虽然黄芪和山楂很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够使用的。那黄芪属于温补的中药材，阴虚和湿热的人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。而且每次最好食用量控制在16克左右为好。男人的这3个行为最伤前列腺健康，希望你都没有。第一个，经常喝饮料。很多男性不喜欢喝水，喜欢用饮料代替，尤其喜欢喝凉饮料。如果长期喝饮料的话，对前列腺的伤害是很大的，所以男性朋友要注意。第二个，久坐不动。很多男性因为工作的原因，要长时间的在电脑前面，这样就养成了久坐不动的习惯。男性朋友如果久坐不动，会压迫前列腺，使前列腺出现充血发炎的情况，对前列腺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。所以男性朋友要避免久坐不动，经常起来活动活动，对健康有帮助。第三个，抽烟喝酒。大部分男性喜欢用抽烟喝酒的方式来释放压力，烟酒中含有的有害物质比较多，如果长期的抽烟喝酒，会影响到前列腺的健康，使人出现前列腺疾病，所以大家要改掉这个坏习惯。上面这3个伤害前列腺的行为，希望你都没有，如果有的话，尽量改正。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心情保持放松，多运动，注意卫生，这样可以帮助养护前列腺。经络是不是通畅，关系着身体的健康。由于现在的人不爱运动，吃得太复杂，所以很多人会有经络堵塞的情况。那经络堵塞，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身体出现疼痛。中医认为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如果身上有经络出现堵塞，那么身体某些部位就可能会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身体感觉到冷，最常见的应该就是手脚冰凉了。如果出现发冷的情况，也要小心，可能是经络不通导致的。若你出现上面这2种表现，就要注意疏通经络了。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帮助身体打通经络。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跪立在上面，2腿分开和肩同宽，上半身保持挺直，双手向身体2侧伸直，然后身体向左侧弯曲。弯曲的同时，右手向左上方伸直，左手则向右下方伸展，这样用力拉伸3秒，身体再向右侧弯曲，左手向右上方伸直，右手向左下方伸展，这样反复练习2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身上的肝经、脾经、心包经等，有很好的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的作用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瓜，很多人呢喜欢吃，烤着吃、蒸着吃都很好吃。
而且红薯含有很多的营养，经常吃可能会收获3个好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好处1：减肥，预防便秘。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而且它的热量和脂肪都很低，经常吃可以预防便秘，而且对减肥也有一定帮助。好处2：增强免疫力。红薯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还有蛋白质，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好处3：保护心血管。红薯中含有的钾元素、叶酸以及维生素都有很好的保护心血管的作用，经常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红薯虽然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。下面的这2种人建议就不要吃了。第一个，有胃溃疡的人，因为红薯中含有一种氧化酶，会在人的肠道里产生2氧化碳，吃多了会出现腹胀、打嗝的情况，所以胃溃疡的人不宜食用。第二个，空腹的人，如果空腹吃红薯，很容易产生大量的胃酸，刺激胃黏膜，对肠胃健康不利，所以建议空腹时也不要吃红薯。甲状腺结节偏爱3类人，牢记少吃2物，结节或许慢慢变小。第一，爱生气的人。对于爱生气、脾气暴躁的人来说，如果经常这样，很容易使内分泌紊乱，加重甲状腺的负担，时间长了就可能引起甲状腺结节。第二，碘元素摄入过多的人，日常生活中如果碘元素摄入过多，会刺激到甲状腺，这样也容易诱发甲状腺结节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三，熬夜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经常熬夜，也会导致内分泌发生紊乱，这样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对甲状腺健康不利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平时饮食也要注意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含碘量高的食物，含碘量高的食物有海带、咖啡等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第二种是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容易加重甲状腺负担，不利于结节的恢复。所以上面这2类食物，希望大家最好少吃，最好能够忌口，这样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才会有帮助。50岁之前，若这3处出现白发，可能还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第一处，后脑勺。如果50岁之前后脑勺出现了白头发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那中医认为后脑勺和头顶是肾脏的反应区，所以后脑勺出现白发，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补气血和黑色的食物，有助补足肾气。第二处，两鬓。两鬓是肝脏的反应区，如果两鬓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比如肝火旺盛、肝炎等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建议大家少熬夜、少抽烟、少喝酒，可以多吃一些护肝食物。第三处，前额。前额是脾胃的反应区，如果50岁之前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脾胃不好导致的，建议大家管住嘴，少吃辛辣、油腻还有冰冷的食物，3餐定时定量，注意保暖，有助脾胃健康。所以上面这3个地方出现白头发就要小心了，最好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好及时调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，不管男女，40岁以后每天踢腿2次，每次49下，肝脾肾经都疏通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。首先将一把带靠背的椅子放在身边，一只手扶着椅背，让身体保持平衡，然后将左腿向后踢，腿要保持伸直，膝盖不要弯曲，踢到自己的最大极限，再缓慢的落下，反复49下。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做相同的动作，49下。做完向后踢腿，再向前踢腿，方法和向后踢腿一样，也是每条腿49下，可以每天踢腿2次，早晚各1次。因为我们的腿部分布着肝经、脾经还有肾经，这样踢腿可以帮助打通淤堵的经络，让双腿更灵活。那到中年以后的朋友，不妨试着做一做，帮你强身健体哦。人到中年，想要身体健康，生活中各个方面都不能少。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对健康才有帮助哦。申哥，你说想好好睡个觉，咋就这么难呢？咋的了？失眠了？哎呀，是啊，这失眠真是太痛苦了，整的哟，我这天天都没啥精神。哎，那得想办法调理调理呀。很多人呢，在种种的压力下，想安心睡个好觉，都成为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那经常失眠不仅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，还会使人快速衰老、大脑健忘、抵抗力下降等。所以失眠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
那经常失眠的人，不妨在睡前做2个动作，拯救重度失眠，让你每天睡好觉。动作1，盘腿坐在床上，将右手放在左侧的膝盖上方，左手放在身体的后面，然后轻轻地向左侧扭转身体。扭转身体的同时，扭头看向左肩，保持5秒，慢慢回到原位，再向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。睡前练习3到5分钟。动作2，平躺在垫子上或者是床上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双腿弯曲，脚掌踩在垫子上，然后用双肩的力量撑起身体，让身体呈一个拱桥的状态。坚持1分钟，慢慢的放下，再做2组。这2个动作睡前做一做，有助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，还能帮助平复心情。对失眠的朋友来说，有很好的促进睡眠的功效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收看侃侃养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